FT 又新出的一款头领战士，说起来 FT 的头领战士现在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恶龙公布的也是比较早的，倒是之前我记得官图我还对比过，它这一回的这个腿部的这一块设计跟最早公布的那个电脑建模图也好了，灰幕图也好了，是有重新修改的，好像这条腿是重新设计的吧。那这回终于也是出货了，最起码现在头领3傻算是集齐了。盒子也是挺大的，跟之前的那个头领战士尺寸差不多啊，包括锋会啦、质感什么都是 FT 一贯的水准风格。背后这里玩具的实物展示，包括一些美图还有噱头，头领3傻放在一起的照片，挺可爱的。我们来开盒，说明书人物卡，说明书是全彩的中英文双语的印刷。人物卡是信用卡的材质，但是 FT 近几年出的这些说明书好像总会有一些漏画的地方啊。我也是在变形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地方并没有指示到位。哎，你为什么伸出一个中指来？我掰的是4个手指头，你光把中指伸出来是什么意思？其实身上的一些元素来说，包括它的体型的一个壮硕程度，还有在一些细节的点缀以及细小的纹理刻画方面，这些地方倒是和原设定图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包括腿部这里有4个竖起来的几次，而且腿内部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遮挡，不会露出来什么效果。包括这个脚板的大小，感觉也是挺一样的啊。就是看起来这个设定图脑袋可能有一些小，因为它是一个仰拍的那种感觉。恶龙这一款人物的一个感觉就是这种墩墩胖胖的，而且 FT 这一回我感觉吧，它身上的合金好像没有太多，但就是拿起来的分量特别的重。后背这里的处理和官方的这个设定图的概念也是非常相近的，包括鳄鱼的这个爪子收纳在了小腿脚踝下方的位置，同时这里还会有一个假的后肢的关节啊，这个只是一个造型的零件，但是为了还原设定图里边这里凸出来的这个圆圈，这里专门做了一个翻版，包括膝盖后方、小腿的后方这里的这么一个零件，其实刻画出来也跟设定图里边的那个堆的那一块是效果差不多的。背后背着一个大的鳄鱼头，可能看起来似乎比设定图稍微大一点点吧。手臂后边的爪子，所以说这款鳄鱼的还原度还是很高，恶龙的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就目前人形的状态下看的效果的话，而且它其实有做一些美化和修正啊，就是看起来更帅了一点。不会像头领战士那个时代的画风那么的傻乎乎。头雕的这个脸做的还是不错的，光学镜这个地方的涂装也是金属漆的效果。同时这里为了插这个头领战士，所以它做了一节脖子，左右摆动的可动也是可以的，包括可以点头抬头。胸甲这块抠开，里边做了能量条的刻画，但只是刻画，它并不会像原版那样插上去以后有一个联动啊。那个没有做出来，整个的胸这一块是一个合金件，摸起来凉凉的，拿起来还很重。但是这一次的恶龙和之前的一些 FT 出产的玩具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肩膀啊，我们举起来看，这个关节它给你做了一个球关，但是这个球关应该是换了不同的料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材质的颜色和之前一些板件的颜色是有区别的，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掺了尼龙以后它更有一些韧性吧，或者说摩擦力更好一些啊。这个关节还是挺紧的，因为这个胳膊本身很重，包括你拿着这把这么长的尾巴剑的话，其实也是撑得起来的。但做成球关的话，总会让人觉得不如那种齿轮关节给人的爽快感啊，尤其拧起来嘎嘣嘎嘣的那种爽脆的声音。但是呢，后来想了一下，这个关节改成球关，可能目的也是为了在鳄鱼形态下使用吧。毕竟人形的2个胳膊在鳄鱼形态下是2个前爪，前肢的位置吧，这个地方做一个球关，可能在摆一些仿生动物的形态下，会有一些更方便的一些塑形感。但我个人还是不喜欢球关啊，玩多了肯定会松的，这个是必然。你换再好的料子没有辙。2头肌这里可以旋转360度没问题，胳膊肘拿这条胳膊看，这里做了双关节，
可以曲起来一个很大的幅度，大概135度左右吧。手腕左右可以旋转，上下有一定的幅度啊。FT 标志性的全指可动手，每一个关节也是穿了铆钉的。腰部这回好像没有弯腰关节，我并没有撇出来，也没敢太大的实力啊。左右这里是齿轮关节，转起来很清脆，嘎嘣嘎嘣的。前踢齿轮关节撑起来没问题。其实这一条腿特别的重，所以这个关节撑的力度还行啊。后踢差不多也能踢到这个角度。大腿根这里左右旋转，这个不是齿轮啊，这是轴。侧面这里侧踢其实也不是齿轮。膝盖这里是齿轮关节，但是这个齿轮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紧，但是支撑起来问题还是可以的，问题不算太大。脚踝左右有接地，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脚板，而且是一个合金的。整体来说的这个恶龙，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效果还不错，人形也挺帅的，很还原了已经，非常不错啊。同时如果说狂派三傻的话，FT 这边出的这3个恶龙也是目前完成度最高的一个，包括它的人形和龙形还原度方面，毕竟它生处于这个年代嘛，尤其腿部做了一个大改以后，跟之前的那种版本还是不太一样的。整体来说的人形做的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身高方面，我们拿个 MP44 出来做一个对比，感觉和44的身高差不多啊，到头顶的距离，包括肩膀肩头的距离，腰部的距离，甚至膝盖大胯的感觉像是等比线拉出来的一样，跟44几乎是差不多的。然后咱们准备开始变形，头领战士的变形嘛，口号就跟变形金刚不一样了。头领战士应该喊 Dolos Form， 嘚儿先把头撅了，然后翻个跟头，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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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头领战士的变形和之前的版本也是差不多的，其实就那么几个扣子。变完的小人就这样了，感觉头有点小啊，毕竟这个头是要做卡扣的，原画里边的这个头是要比这大一圈的，其实就这点区别。这小人的可动还挺好，身上的关节还挺多的，看腰能不能拧啊？腰是不能动的，但是有左右接地。拉开，然后我们把拳头拧一个全心冲上的这么一个姿势，打开小臂的盖子，旋转180度，把它放进去，然后把这个爪子翻一个个儿。当然，如果说你在逆变的时候啊，觉得这块抠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它下边还有一个盖子，它两面的，抠不出来你就打开这个盖子，从这边顶它一下，它就出来了。好，人手换成了鳄鱼的前爪，接着要把胳膊从二头肌根部旋转个180，拧过来以后把它缩进去。上半身的变形很简单的，好，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准备工作，我们先把肚子上这个盖子打开，从里边掏出来一个锁钩。锁钩也是那种尼龙件，挺有韧性的，不要合，先打开为主。然后背包这里上边有一个扣子，我们把这个边撬一下，把这个扣子卸开，然后是松掉。鳄鱼的头两侧这里和背包这里卡着2个大卡扣，把这里也撬开，整个的拉出来。它根部这里有多段的连接关节，整个要往长拉，把这一块也要蹬开。好，变到这一步，头部先不要锁定，我们不用管它。把背包这个地方很紧，切开。为啥不锁呢？就是怕脖子这一块卡到啊。把它立起来90度，侧面这里有2个小的合金件的挡肉片儿，主要是在人形状态下不露这个窟窿啊，2个造型件，把它放进去。上半身的准备工作就先变成这样，不用管它了。难点在2条腿。打开这个盖子，盖子中间有多段的维度咬合的榫卯，把这扣子都打开。
开这个腿板以后，主要是一个挡肉啊，遮挡里边的一些暴露的关节，双段关节把它折起来，然后再往外翻开这一段的片儿，整个的一个包壳，把这壳打开了。接着脚后跟缩进去，踝关节，脚踝关节这个地方，双段往出拉，拉到底。这个中间的件是合金件，注意后方这里也有一个卡扣，跟前面锁着，卡的挺紧的。拉松掉，继续往开打，顺着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关节，再把它延展开，也就是说3段关节整个把它拉直了，主要是为了给鳄鱼的后腿腾出来空间。后腿伸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注意的点，看镜头里边好不好收。这一块的关节是一个滑道，我们首先要拉出来，然后腾一些角度，让开上方这里不要阻挡，旋转180，旋转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又卡住了，继续往前推它，推过来以后不阻挡了，再往下锁，其实就等于把腿从里边翻到外边，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来回的抽拉这个滑道，不要让它磨到边儿。腿我们现在已经翻到外面，现在小腿肚子里已经空了。这个时候我们把后方这里有一个小的零件，挡肉的零件翻起来，再从腿肚子里边往出抠尾巴的这一部分，根部的连接件是一个合金的，注意倒角的位置，翻过来跟这个卡扣扣上，这是尾巴根部的一部分，变成现在的样子。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往回盖盖子啊，就要注意鳄鱼腿这个地方不要有阻碍。你如果转到这一步，发现这个盖子盖不回来，再调一点，所以你要往前转，就是说让这个跑道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再往回盖这个杆，把这里全部的包起来，包成这个程度。接着顺着这个脚踝关节，从这里有一个卡扣，把这里连接，折成这样。放好备用。上方这里还有一个双段关节的盖子，我们把它拉起来扣住。这里就把4个背脊，在人形状态下，小腿前面有4个背脊的刺，现在变成了5根，也是为了还原吧。然后我们再准备的工作就是把这一块合金板子卸开。那现在这一条腿的准备工作其实就做完了，把这个裙甲打开，好，旋转180，放在这里备用吧。这条腿就不理它了。另外的一条腿我们接着来拆，很重啊，举着好累啊。这个我们就快一点了。首先打开卡扣，板子折叠，拆一段，再把这个脚先垫出来，脚后跟锁好，然后双段关节拉出来，再往开拆一段，腾开角度，拉长，把这一块的轴顶出来，缩回去，再推到位。接着龙腿的这个地方没有阻碍，调整到正确的角度，尾巴根儿这里全部调出来，这里注意倒角的位置，大尾巴的造型这里插合，扣好，然后回盖，脚放正，立起来，前边的这一块4根刺变5根，这一块先贴过来，只是贴过来啊，现在我们不扣，把这个盖子打开。好了，腿部其实说话之间就变完了，很简单的，只不过我一开始讲的比较细。然后大腿根我们旋转180度，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细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合金件，它是在人形状态下的假腿的那个圈圈，我们要把它旋转180，中间还有一个凸点，翻过来遮住它，不影响美观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凸点的弹簧啊，嘚儿扣开，嘚儿
扣上。好了，现在就差不多了，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准备就绪的时候，我们这个需要2条腿同时的往里转，然后这里注意脚的位置全部腾开。还有就是有一个注意的过的脚，你的膝盖在往过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会磨到，不要愣转啊，稍微的折一点角度，折过来的时候，这里不卡漆了，你再往里转，不然这会漆面会有损坏。然后就是这款恶龙的一个设计我不太喜欢的地方，这个变形啊，它需要2条腿同时合，而且在这个里边的操作空间其实很局限。2条腿中间有这么多的东西要夹在一起，中间还会有很多的板子，而且这些板子必须得整理好。整理还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你要先把大板子折到位，这个合金的小板子再卡在它的外侧，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同时操作这2个呢，其实有点困难，但是全部扣到位了呢，基本就差不多了。接着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在暗处啊，我们把它都扣好，都扣好。2只脚就放在了肚子里的这个凹槽中间，它中间是有一个限位的，卡到位放进去，搁好它。稍微的捏一捏密合，但不要完全的密合住，我们还要插尾巴，中间这里也整理一下。好吧，先变到这个样子啊。把尾巴的这根剑拿过来，1段、2段、3段，把它拉长，一根剑就变成了可活动的关节的大尾巴。3段关节范围还是挺大的，你在人形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当鞭子剑嘛。根部这里左右打开卡扣，翻转出来尾巴的连接关节，盖上，旋转一个90度，把它立起来。这面是正面，注意一下看，这个地方上方有一个方一个圆是朝上的，跟这里结合，卡上。这个尾巴特别的尖锐啊，变的时候小心一些。好了，来尾巴扭一下，螺丝孔放到下边去。好，这回就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中间2条腿部所有的卡扣全部的捏紧放在一起。模具的精度很高，所以呢密合起来的问题不大。全部捏紧，捏紧，尾巴上的这2个卡扣挂起来。然后现在会发现2个腿好像是反的，我们把爪子往前折一刀，翻转到了正确的位置上。接着一层一层的往上扣，这里2段卡扣，扣好。前肢的部分旋转放下来。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这个是说明书没画的，它脊背后边还有2个凸起的脊骨，在胸口奶头的下方这里翻转个180度，把这2块翻起来。接着继续往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龙肚子放下来了。注意2个脚板，确定它完全卡在槽里的时候放下来，卡住，进行一个夹合。哦，没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龙脑袋放好，把这一块翻过来一个90度，这里是一个龙的脖子，下边这里的2个卡槽定好位置，上方这里的这个钩子再从这里锁定一下。
然后还有2个小的细节，在脖子的根部这里有2个挡肉片，翻转个180度，把它转到正面来，相当于让脖子这一块整体性好一点吧。其实我觉得这2个挡肉片做不做的不打紧啊，意义不大。不过做了嘛，就把它变过来就好了。驾驶舱的在脑袋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驾驶的操作杆撩上来，小人放进去，操作杆给它放上来。小人坐进去，这个嘴巴也是可以张开的。那么 FT 的这一款头领战士的恶龙变形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可以说并不难。给我的感觉，这一款恶龙的变形设计和机器恐龙特别的像。机器恐龙的后肢也是会藏在人形的腿部里边，尤其以铁渣、淤泥、嚎叫这3款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的设计，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款恶龙的设计师应该是之前的恐龙的设计师，他的这种风格感觉是几乎一样的。可能就是恶龙在这个龙的肚子上边还有腿部这个地方多分了一些件，也是在之前的一个试模的时候改动最大的地方，腿部这里可能是为了遮丑吧，但是有一些小心思设计的还是比较有诚意的。比如说在人形时候的那个绿色的圈圈，龙形的时候做了一个翻转，这里是看不出来的。人形胸口的这2根棘刺在龙形的时候做一个翻转，也是能起到一个优化的效果，整体来说的效果还很带感。可以说不论是人形还是鳄鱼的形态其实都很还原，包括我们跟设定稿来对比一下这个效果吧，还不错。可以说狂派3傻都还可以，可能人狼在其中显得稍微弱一点吧。我记得人狼是腰部那里好像有一圈零件并没有很好的隐藏，但这个恶龙其实问题不大了，几乎都完美隐藏了起来，很棒很棒。同时啊，这个鳄鱼在可动方面也是不错。刚才我们看了尾巴和头部啊，它的脚丫子其实4肢也是有接地的，它多做了一段关节，这根部都是球关，而且这里都是有2段的折叠。哎，我突然觉得我这一块背后露出来的这个银色的这个背景板的线条，特别像鳄鱼张开嘴以后牙齿上面耷拉下来的那个口水啊，拉丝儿的那种感觉，很凶残。确实这个牙齿也特别的尖锐，把玩的时候，尤其你张开鳄鱼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鳄鱼嘴上边这一圈牙齿是露在外边的，这些尖儿特别的扎手。第一个不要伤到自己，第二个因为也是涂了漆的，不要刮损掉，或者说把这个尖儿磨掉，那样就不好看了。总的来说吧，但就目前来看的这个完成度，恶龙我觉得是完成度最高的，无论是人形还是它的伪装形态都很漂亮，质感方面也是 FT 一向非常拿手的一个东西啊，材质用的很扎实，也很实诚，很重很重，手边虽然没有秤吧，具体量不出来多少克，但是你会感觉到拿在手里边特别有压力。变形其实并不难，沿袭了 FT 加恐龙的设计风格，其实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设计思路，它不会有太多太累赘的地方，它腿部的这些完全只是为了服务于美型，或者说最后的一个藏腿的零件展示吧，上半身可想而知的一个变形啊，并不难，其实把玩的体验还不错，而且整体的一个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做工质感这些都是 FT 加最大的优势。同时在恶龙推出的前夕，记不记得之前在说 FT 现在也有出来 KO 的东西啊？ KO 的消息一放出来， FT 为了应对这波 KO 的上市，也是要再版蝙蝠和人狼的，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档又推出了恶龙，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可以直接一次性把 FT 的头领3傻都集齐，你也不用高价追高买那些导演们炒起来的版本了， FT 自己都再版了。所以呢，我觉得喜欢头领战士的朋友们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时间点。
那么这一期 FT 的恶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总的来说素质还是非常高的，它是一种恐龙传承下来的素质，和 FT 后来做的一些设计是不一样的。那稍后我会把这个东西再做一个逆变给大家展示，毕竟是一个新模具嘛。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吧。